麦克和鲁斯，一对前特种部队专家和电视记者夫妻，决定挑战亚马逊丛林，面对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。在这里，他们将直面毒蛇、野兽、鳄鱼等危险，但他们毫不胆怯。麦克是求生专家，而鲁斯擅长记录他们的冒险。他们首要任务是在这恶劣环境中生存。在雨林中，潮湿是最大的困扰。为了避免脚潮湿导致疾病，麦克经常检查鞋子，晾干潮湿的裤脚，并用胶带防止蚂蟥侵入。在短暂休息后，为了找到适合居住的地方，他们继续向前走。麦克在丛林中发现一种含水分的植物，可以在口渴时提供水分。鲁斯品尝后形容味道像啃甘蔗，清甜可口。为了找到水源，他们沿着水流的方向前行。虽然发现一滩水，但麦克判断其中可能寄生虫和病菌，不敢轻举妄动。他们找到一条河流，解决了水源问题。麦克和鲁斯选择在河边搭建营地，以树木为桩，用草藤搭建简易高台，但仍需屋顶。麦克找到一种宽大叶子的植物，计划用它搭建屋顶。突然，他发现一只乌龟，成为潜在的丰盛晚餐，但鲁斯坚决反对。为了兼顾食物与爱宠，他们将乌龟的叶子用于屋顶，但晚餐被迫克制。夜幕降临，麦克听到动静，发现一只爬行动物，担心伤及鲁斯，他小心对待，努力赶走这个突如其来的访客。在黑暗中，夫妻俩面对未知挑战，但麦克始终以保护妻子为首要任务。第二天清晨，露丝的手臂被昆虫咬肿，但他毫不犹豫，仍然怀着对乌龟的深厚感情，决定遛它，围起乌龟以免其乱跑。在另一边，麦克突然察觉到异常，大声呼唤露丝，原来是一条庞大的蟒蛇。麦克立即决定不放过这个机会，尽管乌龟因为这个突发状况一整天都饿着。蟒蛇身长20斤，看似是一顿丰盛的晚餐。然而，麦克清楚蟒蛇体内可能寄生有大量虫和病菌，因此无法直接生吃，必须先用火烤熟。在这湿润的丛林中，生存本就充满挑战。为了解决潮湿问题，麦克巧妙地找到了一些竹子。竹子在丛林中的用途多种多样，可用于制作船只、工具等。他将竹筒制成水杯、装水盒，并成功制造了一个竹子锅，用于安全的烹煮水。此外，他在庇护所上建造了一个烧火台，以泥土阻止火烧到木头下面。尽管一切准备就绪，点火仍然是个挑战。麦克寻找到竹松，希望用它点燃火源。然而，经过一番摩擦后，火花迟迟未出现。麦克和奈克都感到疲惫。面对这困境，两人决定合力努力。然而，连续的努力后，火花依然未见，他们只得疲惫地休息一会儿。接下来，麦克认识到他们需要更多的生活材料。他发现一棵大树上结着白色的硬块，这就是树枝，是极好的助燃物。利用这些树枝，麦克成功地点燃了火源，为他们提供了光亮和温暖。他们将火放在庇护所的燃烧台上，这不仅可以驱赶野兽和蚊虫，还能烹饪食物。奈克将竹筒放在火上烧水，麦克则将烧开的水倒入竹杯中备用。然而，突然间，露丝发出了尖叫声，麦克和奈克吓得一路狂奔。只听露丝叫着，原来他被陷入了淤泥中。麦克心急如焚，但最终他们成功地将露丝从淤泥中解救出来。这次，麦克给予露丝一个深情的拥抱，感受到了生死相依的情感。当然，他也逗趣地表示，现在是处理晚餐的时候了。面对这条庞然大物，麦克先是试图用木棍压住蟒蛇的舌头，但蟒蛇头部太小，没法压住，他甚至差点被蟒蛇反咬一口。于是，麦克决定采取更激进的方法，他压住蟒蛇头，露丝则拿起砍刀猛砍。这一次，虽然砍掉了蟒蛇的舌头，但仍然被咬伤。麦克和露丝将处理好的蟒蛇肉带回了营地，开始了晚餐的准备。蛇肉在火焰中烤制，麦克娴熟地处理着食材。由于蟒蛇体内含有大量寄生虫，能吃的部分并不多，他们要小心翼翼地剔除。在火光的映照下，麦克和露丝分享着这个由努力和智慧烹饪而成的晚餐。露丝饥饿了2天，充满期待地品尝着这份美味，发出了感慨的声音，是真的香。果然，饥饿就是最好的调味剂。在这个野外求生的过程中，麦克和露丝不仅战胜了自然环境的重重考验，也深化了彼此之间的依赖和默契。第3天，麦克和露丝计划制作一艘木船，离开亚马逊丛林。麦克负责伐木，露丝找到树皮和草藤制作绳索。他们巧妙地将木头用绳索固定成艘简易船。当晚大雨滴在床上，让露丝难以入眠。早上雨停后，他们准备出发，推着木船进入河中，成功测试后顺流而下。很快，他们进入更大的河流，成功逃离亚马逊丛林。麦克和露丝欢呼着迎接新的挑战，他们的生存经历将继续，期待下一站的非洲丛林。视频中，他们分享了在亚马逊丛林的生存经验，展望未来的冒险。喜欢的朋友点点订阅吧。